如果在餐馆遇见表情这么猥琐的人，千万要记得绕着走，因为他的杀人动机会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就因为对方长得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T-Bag 就抄起桌上的铁器，狠狠敲向了对方的脑袋。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用对方的身份证买一张逃往墨西哥的飞机票。可就在这时，工作人员要将他的行李放进货舱，拉拽之间，里面抢来的钞票掉到了地上，所幸并没有被其他人看见。Sir, I know that bag is way over the weight limit for carry-on. What difference does a few extra pounds make on a 3-ton aircraft, whether it's up above or It's an underneath? FAA violation. 身为越狱8人组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只能看着里面装有500万美元的包裹放进了货舱。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前狱警队长贝里克也上了同一班飞机。如今的他已经成了马红的走狗，抓到一名越狱犯就能拿到20万的悬赏。此次前往墨西哥，正是为了抓捕躲在那里的苏克雷。好在两人一个在经济舱，一个在头等舱，两人并没有发现彼此。可就在下飞机取包裹的时候 ，T-Bag 终于发现同样来取包裹的贝里克。为了躲避他 ，T-Bag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包裹被推进了仓库。正当他溜进仓库准备自己去取时，却被里面的工作人员发现，并将其当成了小偷。害怕被认出来，他急忙抄起行李箱朝对方脑袋砸了过去，双方陷入了缠斗。穷凶极恶的 T-Bag 一拳将对方打晕了过去。机器检测出有异物，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报声。没有办法 ，T-Bag 只能弃包疯狂逃窜。与此同时，越狱8人组中的苏克雷，自从和麦克分别之后，成功和女友在墨西哥会合，并在姑姑提供的房子内和女友过上了神仙眷侣的生活。可就在看电视的时候，新闻里正播报着机场遭到不明身份男子抢劫。苏克雷定睛一看，这人不正是 T-Bag 吗？他明明拿走了500万，又怎么可能去抢包呢？苏克雷产生了想要拿到这500万的想法，这样他们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可是却遭到女友的阻止，因为现在的他们已经足够幸福，他不想男友因为钱的事再去冒险。苏克雷为自己有一个这么体贴的女友万分知足，可就在转头洗个樱桃的功夫，女友就消失不见。Hey, looky here, good old Sucre. What did you do there? Where are they? Mighty Cruz! Hey, keep your cap on. They're not picking apples for the snuffleupagus. Do you ever... Calm down! They're gonna walk back in here any minute. Which means trouble. Unless you want to see me try out the new T-20Z on your Bay of Muchacha Mighty Boom. I think you better come with me. 原来贝里克已经将他的女友和姑姑软禁起来，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苏克雷只好束手就擒。但当得知贝里克是为了20万悬赏金来抓自己时，苏克雷提出一个更具诱惑力的条件。Wait. I know where you can get $5 million. You heard me? Where is it? I can take you there. You don't have to take me back to the station and turn you back in. Where is it? T-Bag's in town. 此时的 T-Bag 已经雇人将包裹取了出来。当望向门口方向时，正好看见前来找包裹的苏克雷2人。T-Bag 撒腿狂奔，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就急忙开溜。好在两人抢到包裹上的一个标签，上面是入境游客的身份信息。他们来到旅游局，靠着贝里克的冒牌 FBI 身份，让工作人员一旦发现这个人的踪迹，就立马给他们打电话。而拿到钱的 T-Bag 再次过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他找了一个小姐，戴上假发 ，cos 心爱的苏珊，重温两人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但小姐非常现实，时间到了就非要续费，然后再继续。We're out of time. No, Susan. We got our whole lives together. No, I mean the hours. Take care of you plenty. Since we're rolling here, so let's chill. How's it? What's cooking? Good cooking? I would really feel better if you pay me up front. I told you up front, man. If you did this right, I would take care of you. You paid me for an hour. The hour's up. 而 T-Bag 又不是缺钱的人，破坏气氛那是相当的不爽，说了对方2句，双方就吵了起来。万万没想到，小姐竟然当场侮辱他最心爱的苏珊。You know, I don't know who this Susie Q bitch is. No wonder she want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You didn't just call her a bitch, did you? Okay. I'm going to come to sleep. You don't put your arm down.
I'm going to scream.再次杀人的 T-Bag 逃往了巴拿马，而苏克雷二人也接到旅游局的电话。殊不知，麦克两兄弟逃亡的目的地也是巴拿马，而8人组中的老黑，他弄来一辆房车，打算带着老婆孩子开到边境某个地方生活。但女儿得了某种肾病，每天必须定时吃药，而走的时候太仓促，又忘记了拿药，只能让老婆去药店里买。可万万没想到，老婆的照片也被刊登上了报纸，店员认出来后急忙报警，最终老婆被当场抓捕。躲在墙角的老黑心都在滴血，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好在妻子被抓走前将药扔在了垃圾桶，还能勉强撑上几天。可几天过后又该怎么办？即使冒着被抓的风险去医院，拿不出来任何证件，医院也根本不可能给他女儿看病。没办法，老黑只好带着女儿去往一家私人诊所。这里环境脏乱差不说，医生拿出的器材更是锈迹斑斑。老黑怎么忍心让这种东西插进女儿的身体？他钱都不要了，就带着女儿跑路。望着越来越虚弱的女儿，老黑内心五味杂陈。世界这么大，又哪里有他们容身的地方？他紧紧地抱住女儿，眼泪止不住的哗哗往外流。Daddy loves you with all his heart, right? I love you so much. I'm so sorry. 思来想去，老黑终于下定决心自首。他一个电话打给了 FBI 探员马洪，作为交换条件，他让马洪一定要保证他妻子和女儿的自由和安全。 I don't think I need to make a deal with you, Mr. Franklin. What if I got something you need? 他立即给老黑女儿安排了医院，并释放了他的妻子。而老黑所谓的线索，正是提供抓到越狱8人中麦克的重要信息。原来，当初在挖500万时，老黑偷听到麦克跟苏克雷说了一个网上的私人信箱，让他以后有事就通过这里和自己联系。老黑假装苏克雷的身份，给邮箱接连发了几天的信息，却始终没有半点回应。公司的小领导吉姆认为老黑在欺骗他们，一怒之下直接下令让马洪干掉老黑。马洪只能过去跟老黑讲清楚，如果你还想妻儿平平安安的话，回到牢房后就会看见一个包裹，打开之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老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根绳子。 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纵使万般不舍，但为了妻儿的安全，不得不上吊自杀。好在经过的警卫及时发现并救了下来。醒来后，老黑急忙打电话给马洪说明情况，但马洪不在办公室，老黑只能让同事转达一下。他说：“你让我做的事，我会照做的，请再多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此话一出，如出惊雷，是个傻子都能猜出马洪背后没干好事。于是内务部探员立马介入了调查，他们找到老黑，承诺如果他愿意举证揭露马洪的一系列问题，就还给他自由，并且还会抹除掉一切案底。这天大的恩惠，老黑当然不会拒绝。 You put that in writing, and you got yourself a witness. 而另一边的马洪几经陷入了癫狂，还在不断破译着麦克纹身的秘密。经过一张张的排列，终于发现麦克每块纹身是有先后顺序的，每个部分都一一对应上麦克之前的越狱及逃亡步骤。而他也找出了所有计划的最后一环，也是麦克逃亡的最终目的地。What is that? Clutch of the flower? Rose. And these numbers, 617. Could be biblical, chapter 6, verse 17. 617, 617. June 17th. Oh, what's today? 15th. So whatever his last step is. It's gonna happen in 2 days. 但这玫瑰花中的圣像又是什么意思？马洪拉了一大批手下，开始研究其中的含义。圣像的英文译名是克里斯，玫瑰是罗斯，组合在一起就是克里斯蒂娜罗斯，而这正是麦克母亲的名字。可麦克的档案里显示，他的母亲很早就死在巴拿马，这又和麦克的逃亡目的地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正在一群人苦思冥想之时，麦克和哥哥林肯已经来到了巴拿马的海边。原来克里斯蒂娜罗斯正是这艘纪念母亲的大船，而下面的617则是开门的密码。早在入狱前，麦克就打造好了，有了这艘船，他们未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与此同时，内务部探员有了老黑的口供，全部来到马洪的办公室收集证据，准备将他彻底拉下马。马洪知道美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于是连夜跑路，准备前往巴拿马。他一边翻看着孩子的相片，一边给前妻打电话。现在的他手上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做完这件事就会永远的回归家庭。马洪深知自己的处境，回去的话就相当于直接被抓。如果不搞定麦克和林肯，家人又会受到公司的威胁。未经之计，只能抢走麦克的逃亡计划，然后带着自己的家人独享。另一边，闲来无事的麦克看了看信箱，发现里面有苏克雷的留言，说是 T-Bag 也来到了巴拿马。麦克思来想去，当初正是自己带着 T-Bag 越狱，才会造成这么多无辜的人因此丧命。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他决定在消失前把 T-Bag 逮住，扔给警察。但万万没想到，这通信息其实是马洪发的，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将麦克引诱出来一网打尽。